哦哦，石桌面上有字儿，念出来。珠玉宝石，受月华，不受寸土掩盖。打得漂亮！师妹啊，跟你说多少回了，下手轻一点，你再给人呛着。您好，你好，有个人向我推荐的你们门派。红纱他一个人从来没出过远门，我就想给他找个女娃陪着他走一趟，最多4、5天，这一路上吃穿用度全包，酬劳2万，定金1万。大师兄，下血本啊？是实际的情况，还可以再加。那这一趟是去哪儿啊？具体做什么呢？红纱，说给他听。我们家是采宝的，听没听过？这宝呢，指的就是珠宝玉石，这些都是无价之宝。那无价之宝我们能采吗？你这人怎么一点耐心都没有啊？想开采矿藏里的宝石，也都用设备的，那么费劲的东西，我们是不采的。还记不记得石桌上那句话？什么呀？不受寸土掩盖。珠宝玉石，受月华，不受寸土掩盖。我们只采这种不受寸土掩盖的。那不受寸土掩盖，还等着你去学啊？那早被人扒拉走了。外行就是外行哈，你们是不是都以为珠宝玉石是不灵不灵自己堆那的吧？人家外头要么裹石壳，要么裹土皮，我们普通人当然看不出来了。那得靠一双神眼，去辨别它们散发出的宝气，明白吗？我们采宝人不挖土，只下水和下井。下水呢是采珍珠玉石，下井就是采宝石。古书记载，宝石在井，上透碧空；珠在尘烟，玉在郡。别讲那些灰色人听不懂的，告诉你吧，我们采宝的讲究的是练眼，靠着眼睛辨宝器、定方位，但这个法子太费眼睛了，所以练眼的人后半辈子都是半瞎子。我有个儿子，也就是红纱的二叔，他不肯练自家的本事，喜欢用自己的法子。前些日子去了桂地一带，说是去采宝。前2天我联系他，怎么样都联系不上。那电话是通的，就是没人接。查定位，就是在那一带。我心急啊，但是行动又不便，所以就请你带红纱去看看。桂地、高原湖一带，方便问一下具体位置在哪吗？合浦五竹村。这么巧。前方隧道被封，请绕路。前方隧道被封，请绕路。余文三，前面的路好像不通啊。这种荒郊野岭导航出错是常有的事儿。你信我，这隧道出去10几20里就是五竹村，我可记得太清楚。
导航是准的。这不可能啊！这过了隧道就是五柱村，从其他地方绕得分一整天呢。不知道为什么会把路给封了。哎，我行李。我是你保镖，又不是你生活助理。哦，对了，到了合浦之后怎么走，坐什么车，事儿办完了之后住哪儿，你都包好了吗？你都查好了吗？你爷爷说了，到那边吃穿用度全包，记得安排哦。这样，人呢？这个地方会有车来接我们吗？你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。人家是专业的。还保镖呢，一点都不注意观察生活。这里，哎，不是吗？ Hello， 两位美女，哪位是严小姐？你的至尊享受啊！对，至尊享受。对啊，上车。来，扶好坐稳啊！马上就要出发了。哎，我还有这个，走了。 怎么会这样？那老蚌晒月又什么意思？老蚌晒月，只是这儿的一个可笑的传说罢了吧？说是如果当年中秋有蚌群爬上湖滩，张开蚌壳。 晒月亮，来年珍珠的收成就会变得非常的好。说是什么吸收越滑，珍珠会变得又大又圆。可是他们配吗？你觉得？他们昧着良心见死不救，你觉得他们配吗？他们配有好收成吗？然后呢？然后我就提着柴油，烧了蚌群，进祠堂上房揭瓦，砸了行室，然后就一走了之了。后来就再也没有跟人提起过这回事儿。怪我吗？啊？刘万三。 过去的谁都改变不了，重要的是过好当下。对，你说的对，咱们是为了救娉婷来的。说吧，接下来去哪儿？祠堂吧，方向里出现了祠堂的屋角。 我觉得那里有线索，就这儿了。
这里有人定期打扫，不然不会这么干净。是，我也发现了。难道这时不时还有人回村来打扫祠堂？刘万三，啊，你们这儿有这种说法？没有啊。我们这儿有敬水神爷，但是也不至于有这种迷信报应说法。哎，到了。这就到了。前面这条路啊，我这小车过不去，辛苦你们二位，走一走啊。你们俩一直奔着这个方向往前走，五竹村啊，就在对面的山坡上。你们俩爬上坡啊，看到一个老祠堂，那就是了。我们就沿着这个方向走啊？哎，不能沿着这里直接走，看到没？得沿着外围走，中间是个沼泽地，你们会陷下去的啊！回来再用车给我打电话。哎，嘿嘿。哎，你往那边走干嘛？湖中心不就在那儿吗？那边有沼泽，会陷进去的。你干嘛去啊？直接往这儿走不就行了？你非得绕一圈，你累不累？其实我分析啊，这一带的地形就是个剖开的溏心带，中间是湖，环湖是沼泽，没法走人。但越往外越结实，跑马开车没问题。两点之间直线最近，咱们应该尽量靠中间走，才最省时省力。蝴蝶，刘三，什么声音？不用看了，是采珠船。咱们这儿的习惯，会在船杆上绑一串贝壳风铃，寓意明棒引珠，讨个好彩头。去看看。哎，你确定我们要走着过去？
你选这路选的也太好了。瞧，怎么了？你做保镖这点苦都吃不了？你自己看，前面是不是很近了？你自己看。不是你这人，我在跟你说话呢，你礼貌吗？你有没有觉得这地下好像有东西啊？没有啊。你这人怎么疑神疑鬼的？李万三，生产日期是对劲的。你说会不会是刚才我看见那人影啊？这是他的临时落脚点，可他为什么不住在村子里，反而要住在废船里呢？喂，木代，怎么了？喂，路人，你在五柱村吗？我在啊，怎么了？路人，我也在五柱村。你也在五柱村？木代，我陷进去了。木代，木代，木代，怎么了？喂，木代，我被夹住了。木代，我被夹住了！木代，救我！救我！喂，罗任，湖底有东西，快来帮忙！喂，怎么了，罗仁？湖底。木代，救我！木代，木代，木代，救我！木代，木代，没事吧？你也别气馁，凡事往好处看，咱们现在已经摸到点头绪了。木代，你受伤了？哦，你说这不用手摸，会滋生细菌。谢谢。对了，我一会儿在附近的宾馆订2间房，晚点儿你带曹艳华他们过去住。啊！1万3闯祸了，
你赶得走没问题，不用连我也赶吧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是一会儿有人过来修窗户，会很吵，而且你也没睡，对吧？嗯。还有，你别怪13000他们，我让他们出去住是为了安全起见。嗯。真是娉婷把我撞晕的。我这么精壮，她能把我撞晕？精不精壮的，你主要是糊涂，还吹什么10来岁混社会？你注意吧，容易让社会淘汰了你。你才被社会淘汰呢！大老远跑过来吃人家睡人家，还把人家弄得鸡犬不宁，你还挺能耐啊！小老板娘，那咱们作为守法公民，看见少女疑似被囚禁，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伸出援助之手？对，这意思罗润还得给你们颁个锦旗是吧？笑什么？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都怨你，你也有一份儿。如果娉婷一直被你们关着，欣姐就会觉得她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所以她就决定要放弃。那他会操控娉婷自杀？那假死呢？假死，心跳、呼吸都要停止的。你假死一个给我看看。新建离地后还会找新的宿主，就会伤及到无辜的人。咱们总不能救了娉婷伤了别人吧？我找医生，明天你过来一趟，费用没有问题。我需要你带来全套的急救设备。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趁着娉婷睡着了，带你出来散散心，看看沙漠。等事情全解决了再看也不迟啊。就当陪我兜兜风吧。沙漠的晚上好安静啊。对，我特别喜欢开夜车。心烦意乱的时候，一个人兜一兜，能冷静下来思考问题。怕了？不是，我觉得车速是不是有点快啊？如果这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刻，你会做什么？什么意思？罗振，前面没路了吧？啊！停车！太吓人了吧？怎么样？这是本地的经典项目，利用视觉误差体验生死过程。我刚才有点没准备好，再来一次呗。仅此一次，等你有心理预期了，就不好玩了。怎么样？生死之间走一趟，什么感觉？那当然是活着好啦，我可得珍惜生命，好好的活着，活到100岁。你会的。太刺激了！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星星，就好像是伸出一只手就能抓到一颗一样。星星离我们很远，它的光到达地球需要跋涉许多年。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，是它很多年前发出来的。比如那颗，它现在可能已经死了。照你这么一说，好像天上挂着的星星都是骸骨一样，所有的星光都是灵魂。你以前经常来这儿看星星吗？带娉婷来过。我跟娉婷没有血缘关系。我去叔叔家住，是因为我爸。
他有2个老婆。2个老婆？我妈收把了糟糠之妻，陪他受苦，陪他创业。后来他终于有钱了，他觉得应该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，比如爱情。呸！我觉得那都是借口。后来，他终于进了门，没敢领结婚证，但是婚宴大办，比我妈家的还风光。本来日子还算凑合过，直到那个女人生了一个男孩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那一年我发生2件事情，一件事我差点被车撞死，另一件中毒，去医院洗胃。那是不是那个女人干的？电视剧里都这么说，什么为了争夺财产、摘豆什么的。我妈也这么觉得。你去哪儿？所以把我送去了叔叔家。那个时候，娉婷才4、5岁吧，她头上扎了2个辫子，她怀里抱了一个大木刀。她对我说：“小刀哥哥，爸爸说有人欺负你，你别害怕。如果他再来欺负你的话，我就帮你砍他。”罗文淼是我叔叔，但是我觉得他更像我的父亲。叔叔走后，娉婷就是我最重要的亲人了。亲人？我叔叔说，让他自己不要杀人，我没做到。我吩咐娉婷守好叔叔，告诉他不要怕，一切有我。结果娉婷疯了。我说我就像放屁一样，一件事情都没有做到。所以这一次，我不希望娉婷再受到任何伤害了。木代，昨晚多亏有你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也不知道是谁啊，我刚认识的时候，拿着刀架在我脖子上，好像一点都不高兴认识我。你还记得呢？送给你。送给我？以后你再想起这茬，就把刀拿出来，放在地上踹2脚，解解气。别总想着我的不好。那请问罗刃，你有什么好啊？
是郑博。牡丹，昨天罗任跟你在一起，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？或者说过什么奇怪的话没有？什么意思啊？人家就走了。哎，告诉你啊，这毒妇现在正在气头上，咱们得先顺着她换个地儿怎么着？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以退为进。跟上。哎，小老板娘，我知道他们家密码了，让我来。哦，来了。罗任，开门！都来了。让我来密码。罗任，密码他已经换了，你打不开的。罗任，开门！罗任，开门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我别让我赔钱啊！滚死了！ 千两黄金不外道，十字街头送骨胶。今儿我就露手黑的，门防君子不防小人，瞧玩意儿吧。哎，怎么样？哎，罗任，什么情况？罗任，你干什么？罗任，你别冲动啊！罗任，你做什么？你在？哎，罗任，你。 陆主任，你别说话！郑伯，大夫准备好了吗？哦，就在隔壁呢。医生，来。喂，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没事，刚平平摔了一跤，郑伯吓到了。夏老板娘干嘛呢？你声音怎么听着那么远啊？哦，那我近一点。你真没事吗？没事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说神棍还提到了什么？ 暂时没别的，这些是他10多年前在北方一带游历时听到的，算是民间传说吧。啊，资料有限。哎，弄这干什么？血都快流干了。你这样处理方法不行的。你不行，你到医院去。啊，行，拿去。哎呀，口子那么深，这是感染了怎么办呢？你受伤了，严重吗？没事，皮外伤而已，是我大意了。怎么回事啊？ 娉婷又严重了，他可以伤人啊，而且不是简单的伤人。他居然还会用策略。策略？是，他先是把吊灯砸坏，再假装被吊灯砸伤。还好我到得及时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？刚给他打了镇静剂，然后护工也辞了。 娉婷这个状态，我不敢让人靠近她。那你需要帮忙吗？没事，她这样也找不到人吧？我呀。你？算了吧，娉婷现在很危险。罗任，你是看不起我呢，还是看不起我的功夫呢？现在郑伯年纪大了，你又受伤了，娉婷又发病了。 你想找个人治住他、看住他，又能是帮忙洗漱的同性，你觉得谁能比我更合适？这不合适，你还在利息，多麻烦啊！谁说我要纯义务帮忙了？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你也知道我在利息，那往返的机票得你出吧？
机票没问题啊，得包吃包住吧？没问题。木台，谢谢你啊。大家都是朋友嘛，江湖救急。哎，你也太见外了吧？那回头见。我还带了箱子。啊，我来。谢谢。罗刃，不好意思啊，不能去接你，还用打车过来。没事，你是伤员。不碍事。活该，早上换药的时候，这血流的还哗哗的，就知道逞能耍大。老人家说话夸张。走吧。品婷，来，这个铁门是新加的。哦，这是铁门的开关。一般饭菜是从这个口送进去。餐具用的都是纸质的。我来。品婷，他是不是很多天没洗澡了呀？我该干活了。品婷，品婷，这个是木代姐姐。她是来帮你的，乖点好不好？走。走。好玩吧？水凉不凉？品婷，再转过来点，姐姐给你冲水啊。品婷，品婷，品婷。我不管你是什么东西，你给我安分点，早晚收了你。品婷，哦，来。玩小鸭，没事啊。你的意思是说那个皮呀，会动，上面还有花纹？不好说，一闪而过，我也没太看清楚。像是寄生虫啊，就像是某种寄生生物和宿主之间的关系。对了，当时娉婷还在哼歌。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啊？我发一个视频给你看。你稍微等一下啊。
棍叔，你这还用智能手机呢？谁规定我不能用智能电话？我跟这个时代又没有脱节，怕你们烦我，所以。这调子是娉婷哼的那首歌。你谁呀？哦，他是罗刃，我之前提过的。沈先生您好，我是娉婷的监护人，也是木代的朋友。小口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。对比了很多娉婷唱的曲子，它就不是普通的那种曲子，它是像冷泉地区的一种起神的时候唱的曲子。那娉婷和叔叔为什么要哼这种歌呢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还要调查一下。小口袋、小萝卜，你们接着研究一下，有新的进展就给我打电话，没有新的进展就不要给我打电话。嗯，好。小萝卜、小口袋。哦，这是沈先生的个人习惯，没有贬义啊。他给你起昵称，主要是因为他把你当朋友，是对你的肯定。而且小萝卜这种东西，营养这么丰富，很多地区都叫它土人参，它是变着法儿的说你是人参的。不好意思，把人参水溅你脸上。谢谢。不是曹兄啊，这生活如此美好，你为何在这儿叹气呢？追梦路上的坎坷你不懂，人都说山不向我走来，我便向山走去。这好，山安了轱辘跑了。小山河离咱们这儿这么远，那罗什么家里那点破事儿，还得小老板娘亲自去。我要在啊，肯定不会让他自己去，去也得跟个人去啊。是，哎，可怜。张叔，您去过小山河吗？没有啊，没去过就对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那地方特别的危险，必须得有人陪同。干嘛你去过？我当然去过了。还有那个叫什么罗刃的，道貌岸然，伪君子，连曹胖胖都说他是个跟踪狂。这种人你能信？有这事儿啊？不是，也可能是一误会，因为什么？我还告诉你啊，小老板娘那人她脾气倔，那电话里边叫不回来，那怎么办呢？只能派一个有勇有谋的人过去接应一下了。张叔，这老板娘把他托付给你，要是他出了任何的问题，张叔你这难辞其咎啊。是得找个可靠的人过去，找谁呢？你别在我眼巴前晃悠了，行吗？我瞅着你都虚。我算是瞧出来了，你纯粹是为了逃避劳动，借着开张叔的油享自己的福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打工人想偷个懒也正常，难道你想劳动啊？啊？哎，说真的，你会去看木袋吗？我去啊，我怎么不去啊？我去拍个照，
打个卡就行。嘿嘿。哎，对了，你跟我一块儿去呗。我干嘛去？人张叔只答应给你包食宿，没有我的份儿。这我包吃包住，你就蹭吃蹭住呀，你自己带个路费就行了。拉倒吧，你就是嫌一人玩没劲，拉我过去当伴游。哎，你这可是恶意揣测我了啊！我可是真的是为你着想的。你想想，你不是要拜师吗？啊，这山不向你而来，你便向山而行；那山你离远去，你便追着山跑。你不远万里跑去小山河，多心诚啊！那再无情的师傅都会被你感动了。说下去，我再说。那毒妇，万一真有个三长两短，你直接表演一个从天而降，救他于水火之中，他怎么办？他还不得哭着喊求你，曹元华，你是我的好徒弟啊！13000，虽然你在说这套言论的时候表现得非常膈应人，但是不得不说，嘿嘿，人才。那走着。吃脸上了，哼，慢点吃啊。你先去吃饭吧，我替你一会儿。你行吗？你这儿？放心，休息得很好，恢复得差不多了。行。哎，你嘴唇裂了。喝水有点少了。别舔。越舔越干，喝水也没用。是吗？你带唇膏了吗？我走得急。好。你先用我的吧，待会儿我给你去买。谢谢。等一下。啊，我不介意的。好了。谢谢。那我先去吃饭了。哦，木太，来，吃饭，请坐。谢谢。哎呀，谢谢。这2天可多亏了你。你可不知道前2天那简直是一团糟啊！哎，罗仁在楼上呢。他看着娉婷吃饭呢。他俩兄妹感情真好。那当然了。哎，你不知道，罗仁刚到罗家的时候，范宁不爱说话。那娉婷呢，就像个小尾巴的时候，他走到哪儿，他就跟到哪儿。哎，来喝点汤。谢谢郑伯。后来呢，罗仁走了，不住这儿了，但是他们俩的情分没变啊。有一度我跟他叔叔还想撮合他们俩呢，哎，没想到竟然发生这档子事儿啊！撮合他俩？他们不是兄妹吗？哎呦，同姓没有血缘关系，哎，叫兄妹啊，那只是随口一叫而已，随口一叫。吃吧。
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是来帮忙的，知道吗？人罗任、娉婷郎才女貌的在一起多好啊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瞧你这人，老实做事，听到没有？别想东想西的。没喝的了，别找了。哎，小楼盖的真不错啊，是不是？哎，等啊，等，我觉得是那儿，这边再走就偏了。你看那箭头，是不是？是，再往前走过折了。走。就这儿，只能是这儿了。我给张叔先打个卡。连个门铃都没有。哎，我看不见，你往那边点。呀，看见人没有？哎，我看见了。咱们这算不算私闯民宅啊？我也没闯进去，我这顶多就私看。说的也是。哎，有什么发现？没看见什么呀？你瞎呀？哎，我看见一木条封起来的窗户。封住的？对。哎，那木条那缝里边有个女人。那女的是木代啊？不是，肯定不是小老板娘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是那种电影里面演的那种囚禁少女？你赶紧下来，咱们报个警。哎，别，咱们都还没看清楚呢。要是弄出乌龙来了，那小老板娘还在里边，你还要不要当徒弟了？我还要不要活了？说的也是啊。那你继续观察，争取看出点有用信息。哎，我看见那悍马了。废话，罗忍呢？木代。哎，来了。怎么事啊？还看啥？如果没看错，这俩哥们儿是你店里的吧？我还看见监控。别客气，随便坐。哎，怎么样？我没找到。啊？我不知道红衣把张光华的资料到底放哪儿了。没事，万烽火那应该有底本。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啊3起案子大致情形我都了解了，得尽快理出他们之间的关联。直觉告诉我，里头应该有条暗线。等，3起，不是2起吗？哦，对，达罗恩特尔那件事情你还不知道。哎，要不去我家，你帮我梳理一下，我给你补充更多细节。去你家？不了吧，太晚了。也行。那我就不送了啊。再联系。行。不是，你住这儿啊？那我这……请进。这你家呀？租的，拎包入住。来啊！去哪儿？房间。啊？哎，资料在我房间。哦。资料在哪儿？这里能看到酒吧啊，还能看到我房间呢。我说这2天怎么总有一种被人偷窥的感觉？
偷窥一般是不良目的，我这种叫侦查或者观察。来看资料，刘树海死前提过2个案子，一件是落马湖，另一件岑春娇没说。所以你私下向岑春娇买通了消息？这个案子发生在5年前，达伦特尔牧区冬天，犯案的手法也是先杀人，后使用鱼线。不过这个案子没人知道，没人知道。受害者被雪困住，又有狼群，这个事情就算在天灾头上了。话说回来，这几个案子从地域上看有什么规律吗？彼此距离都很远，看不出什么联系啊。时间上呢？第2起和第3起案子之间隔了3年，但是第1起和第2起案子之间居然隔了17年。然后就是每起凶案的凶手，我始终觉得第1起案子不是刘树海做的。第一，2起案子相隔时间太久；第二，案子发生的时候，刘树海才刚成年，怎么会突然到落马湖杀死跟自己毫不相干的李雅青一家呢？对啊，我之前一直没有头绪，直到你跟我提到张光华，很巧吧？张光华也住在落马湖，而更巧的是，张光华的遗物遗落在大同，柳树海也是在大同翻车落水的。他们2个都有一个时空焦点，大同，而柳树海和我叔叔之间也有一个。柳树海是在济泉死掉的。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叔叔失踪那次，我帮忙回来找。我问娉婷，叔叔离家出走之前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？结果娉婷告诉我叔叔曾经去济泉出差，回来生了一场大病。从那之后就不对劲。5年前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我叔叔买错票，是我跑错了地方，阴差阳错的住进岑春娇的小旅馆。好，那好，就这样。上楼右拐，一直往里走，202房。岑春娇说刘树海住203啊，这么巧啊？就是这么巧，单双号门。刘树海死的时候，我叔叔也在。经理已经报警了。抱歉。还记不记得，刘树海死的时候，背后少了块皮？岑春娇说过，他背后的那块皮形状特别规整。我叔叔也是。刘树海自大通落水之后就不正常了，你叔叔从济泉回来也开始古怪，我觉得有问题，就好像一个杀人接力游戏，前一个人死了，后一个人继续接力，再去犯案，然后再下一个，再下一个。说不定幕后有人全程操控这一切，割走参与者的皮，作为参赛纪念。想到什么了吗？想到什么？接力赛结束了。什么意思？刘树海死的时候，我叔叔在他身边，接了下一棒。而我叔叔死的时候，他身边还有个人。娉婷。打扰一下，慢用啊！谢谢。妹妹回来了。
你干嘛去了？办事儿。啊？你这么大木袋亲自办事？不是？你看人唐僧，妖精不用他打，斋饭不用他画，连担子都不用他挑，就因为他手底下有仨好徒弟。您帮仨，哪怕培养出一个死心塌地的徒弟，你省多大心？你就是想拜师学东西吧？我行吗？哎呦，没戏！我上头有师傅，我收徒弟的事儿得他认可你。哦。哎，妹妹，那这么着，回头您给引荐引荐，是不是？我拎个点心匣子去，我这也算带艺投师。有点道理哈。但我师傅最恨当过贼的人了。我那大师兄你知道吧？大师兄。哎呦，当年他一时糊涂做了错的事儿，那个偷了人家东西还是怎么着？那让我师傅给收拾的，哎呦，家法伺候，现在还没好呢，手腿都断了。啊，像你这样劣迹斑斑的呀，真想多了。好好干活吧啊！气性也太大了。曹兄，这聪明人得看清形势。那武学是走向示威的，你就算练成了绝世高手，我一颗子弹过来，你也得谁练成了为了跟人玩命啊？瞧着床上那张纸儿，识字吗？第4步，我要成为巨星。哎呦，你还成为巨星呢？你第1步就迈错了，你不是有前科吗？你成了也是塌房艺人。你扶一把，扶！不是你这还练啥呀？啊！不要随便评价别人的梦想。哎呦，你还有梦想呢？行，那我也有梦想呢。还问我什么梦想？我的梦想呢，就是有一位颜值过硬、温柔可人的富婆从天而降。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？这许我一世安稳，免我半世流离。吃软饭呗。不是曹兄，这话怎么到你嘴里就那么的俗呢？只是多了些许金钱的元素而已。所以这才是梦想嘛。这梦一梦，想一想就行了。再说一句啊，曹兄，你有地儿睡，有饭吃，将就着活吧。不是三三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灰呀？你年纪轻轻的，眼睛里就失去色彩。我可不能跟你一样，就怕白天没什么事儿。明儿啊，我再出去打一份工，哪么扛大包呢？凭自己力气吃饭不丢人。我得让木袋对我刮目相看。呦！啊，对了，哥们儿，如果有一天啊，我这第4步要真成了，别去举报我啊。不行，要弄清真相，还是要从恒宇入手。还没睡呢。
说不定幕后有人全程操控这一切，割走参与者的皮，作为参赛纪念。割皮的人应该就是终极大 BOSS 了。这人会是张光华吗？罗文淼那次也就算了，刘寿海死的时候，岑春娇就在走廊里，那么短的时间，他能做到进屋、割皮、逃走，不留任何痕迹，太可怕了，这哪像人能做出来的？又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那个李坦，气死人了。啊，他呀，他怎么惹到你了？你说那个李亚青，他充其量就是李坦的女朋友呗。人为了他都搭进半辈子了，工作也丢了，开个小卖部维持生活。他居然跟我说他要把那个小卖部给盘掉，凑钱继续找凶手。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呀？还到李亚青坟前说：“我发誓，我一定要给你个交代。”这不搞笑呢吗？别人眼里他就是笑话，让别人都笑话他。你过分了啊！红衣怎么教你的？要有同理心，那是别人的不幸，你怎么可以在背后这么议论他呢？对不起啊，红衣。我是不该这么讲李叔，但我心里有个疑问。红衣，你还记得那个罗刃吗？他叔叔、他妹妹，一死一疯，他自己都是个受害者。你是说，罗刃也是受害者，而且杀他叔叔的凶手跟20年前的凶手有关系？嗯，所以找到落马湖的凶手特别重要。红衣，我都看得出来你知道一些事吧？可不可以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，把能讲的讲出来？木代，你想多了。红衣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犯得着让那个万夫火去打听干什么？行了，你别问了。娉婷又严重了，不能再等了。莫代，可以给我李坦的联系方式吗？喂，我听说李坦来利息了。我现在就去见他。那你怎么没有跟他电话说清楚啊？李坦性格冲动，这么复杂的事情还是面聊比较合适。你也知道他性格冲动，我是怕你们俩还没聊上，你就被他打死了。我战斗力这么差吗？总之你们见了面先讲清楚，免得误会。哎，我要不是答应红姨陪他来庙里，我就跟你一起去了。放心吧，聊几句而已，不会出事的。先挂了，再联系。这不过河拆桥吗？也不回信息。木代，红姨，你可算聊完了。
喝酒啦？林叔，你怎么满头大汗的？我找着凶手了，老子死了，这个，但是我找到了小的，我这也算整屏幕了。罗刃，不是李叔，李叔你搞错了。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？罗刃家。走，快走。别过来！不对，你出去，快出去！李叔，你别，这事跟罗刃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我亲眼看他叔叔杀的人，他就是帮凶，居然骗我说他叔叔被人控制了，我呸！我是3岁小孩吗？啊，眼见为实。李叔，任何借口都没有。你先把打火机放下，杀人是有罪的。我连命都豁出去了，22年了，22年了，我终于可以给雅青一个交代了。李谈，是我，李谈。雅青。雅青，是我。不对，你不是，你是李雅青的双胞胎妹妹。你们都想骗我！我就是雅青，我就是李雅青，我是。不是雅青，不是。你不是雅青，我是李雅青，我就是你忘记了？你忘了吗？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在你单位附近的川菜馆，你点了一个西红柿蛋挞，那个鸡蛋是完整的。我说不应该这样，蛋花应该是打散的，但是你说川菜就应该这么做，你忘了吗？你还说你不能喝酒，对不对？你还记得吗？我真的就是李雅青。雅青，李谈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李凯这个人也真的是，说好了意思意思得了，有这么大力气。哎呀，都是水啊！汽油没撒多少，就是让你们闻个味儿，有那个气氛就行。你说你们两个怎么能合起伙来骗我呢？真不够意思。郑博早上发给我的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时间等了。平顶上的歌是我叔叔杀人前唱的。我本来想跟你商量一下的，但是一来李坦是个急性子，二来我们都觉得不告诉你们一切反应都是真实的，效果反而好。
事态紧急，所以行了下策。嗯。我前2天不是睡不着吗？然后我就在想，这个案子的事儿，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来。你说。你说，那幕后的主谋会不会是超自然力啊？这很奇怪吗？不好意思。刘树海掉进河里之后性情大变，是被控制了，后来死在小旅馆里，又控制了你叔叔。所以你觉得，现在娉婷疯了，是被这种力量控制了？对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找大师帮忙喽。说说嘛，说都不能说啊？哎，现在肯喝我的水了，这一次是真的下了毒。张光华，这个人是谁啊？他要查的这个人，恐怕已经死了。死了？这个张光华也是落马湖人，他跟李亚青同住一幢楼，案发以后他就失踪了。也在落马湖？一个故人，想知道他的下落而已。钱不重要，主要这张照片丢了就没了。跟丢了？不赖我，那小子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，而且你也瞧见了，他那大悍马多愣，咣一小油，咱这淳朴的人民群众跟不上。哎，妹妹，你说那小子是不是瞧上你了，所以才做出这么疯狂的事儿？要我说呀，他长得也挺精神的，是不是？原来马图文背后的人是卢刃。快快快跟上！不得撤吗？又让他跑了。跑了和尚跑不了庙。什么意思啊？开车那小子我认得，大花纹的，酒吧一条街小有名气的驻唱歌手。前几位曹爷，您客气。能不能找到他家在哪儿？一定能。行，再信你一回啊。走。定位显示已经到了，那这么多家哪家是他家？不行，咱转转。呀，这不那车吗？哎，问一下，这是3号楼吗？岑春娇，岑女士今天没来？她提前走了，说家里头有急事。哎，那小子，在这儿截胡呢。他来这儿做什么？走。拿着。但是我们旅馆在主街嘛，所以有一个监控，能拍到一些人进人出的。我当时留了个心眼，存了一个底，但是警察来了也没查到什么。监控备份什么时候给我？我现在就可以回家拿，你给我钱就行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确定刘书海没提到过小山河？没有啊，他就提了落马湖、达伦特尔、小山河，怎么了？原来真的有无暇。
有人。趴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手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，别可嘉。李叔，您去哪儿啊？穆代姑娘，事儿结束了，晚上航班便宜，我准备走了。也是，我红姨也催我回去呢。本来以为这次能得到点线索，可又空跑一趟。20多年了，一直在空跑，每次都一样。不过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连那张照片都丢了。走了。李叔，您几点的航班啊？有事儿。我请您喝2杯。李叔，您能给我说说2年前这个案子的情况吗？那件事儿发生在小商河，不过追本溯源，还要从落马湖说起。每年到出事那一天，我都会到现场走一走。我干什么？就是想在屋里转一转，提醒自己别放弃。20多年了，成习惯了。那一天正是落马湖案整20年，是雅静的生日。当时我正在楼道里抽烟，突然看到一个奇怪的人进了雅清家。他进去干嘛？我不敢靠得太近，但我从门缝里隐约能看到，他在用手一处一处摸着墙上被钉子凿过的洞，像是在重温以前曾经的记忆，还很享受。你知道吗？有些心理变态的凶犯，就喜欢在纪念日重返犯罪现场，重温当时的感觉。总之，在那样的日子，他以这样的身份出现，我不信他跟这个案子没关系。那你没抓他？我早就不是警察了。再说，凭感觉当不了证据。我决定先盯着他，我就这样一路小心翼翼。一路盯到小商河。小商河？你确定柳树海没提到过小商河？没有啊。我追着他来到小商河，找了好多天，终于在一个铺子里发现了他。走进铺子才发现，一家人都死了，那个凶手还在用鱼线绑尸体。我当时满脑子都是，不能再让他跑了，至少先打晕了他再说。但他头部受到我的重击，却跟没事人一样，力气也出奇的大。我被他打得很惨。直到突如其来的大火让他慌了神儿，我才找准时机将他压制。
没想到突然有人偷袭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医院里了。谁送你去的医院？不知道。医生、护士都没有看清。我从医院出来以后，听说出事那一家是一间羊肉铺，半夜熬汤的时候，火苗不小心从火塘里窜出来，烧了半条巷子。等火扑灭的时候，那一家人烧的几乎都没有了。那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吗？你没报警吗？当时头受了伤，记忆混乱了好一阵儿。我养了小半年，才陆陆续续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。我也想过报案，可一来，案子已经结案了；二来，我又提供不了有力的证据。我连凶犯长得什么样都没记清。如果你当时被打晕在了现场，应该会被警察带走或找你问话的。可是他们没有，就说明你当时已经被带离了现场，并且有可能被人送去了医院。可是一个连环杀人犯，凶手为什么偏偏放过你呢？是啊，如果他是凶手的话，我应该死在那场大火里。有没有可能那个年轻人跟凶手不是一伙的？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同伙，他都是关键。李叔，您被打晕前不是看清他的脸了吗？画下来啊，5、6分像也行。你以为我没做过吗？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张脸。有的时候想劲儿大了，头像炸开一样。你试过催眠吗？那种歪门邪道的东西怎么能信呢？李叔，催眠是科学的，它能帮助你把潜意识回到现场，帮助你场景重现，很有用的。我之前做过催眠治疗，而且我感兴趣还去学了呢。来，姑娘，如果你学过，要不你拿我试试，我信你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那点伎俩入门都寒碜。你可以找万叔，他会帮你找一个最合适的人选。哦，对了，李叔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李教授是不是只有一个女儿？雅青有个双胞胎姐妹，2岁就被拐了，一直没找到。喂，红姨。布袋，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好几天不见你了，红姨都想你了。红姨，你是不是又去拜佛了？耳朵倒是挺尖。红姨，我这趟不辱使命，我从李叔那儿得到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呢。我跟你们说，李叔说凶手根本就没死，2年前犯案的时候还和李叔交过手。没死？真的没死？对啊，没死不是挺正常的吗？红姨，你怎么了？红姨，红姨。哎，妹妹，你这去哪儿啊？回利息。回利息？别，你多待几天，我请你吃饭。下次啊，我赶时间。下次你还回来？师傅，去机场。哎呀，红姨。哎呦，莫大呀！红姨，你睡好久了，你没事吧？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早就回来了。我没事儿，我呀，今天太阳太大了，晒得我头直晕，又被车蹭了一下，但没事儿啊，放心吧。没事就好。快去吧。行，那我去楼下看着点，有事叫我啊。
这都喝半瓶了。跟你喝酒喝一整瓶又怎么样？这酒好贵的，你不吃亏吗？怎么会？哎，老公，老公，这儿呢。喝一碗还没跪够是吧？不是，他是让我看看。哎，麦坎伦，好啊，改一个字儿就骗到手了。你死渣男，你不要脸！哎，别，我对你是真的，我跟他真不是那，哎呀，老公，他跑了你不追呀？夏老板娘，你可别这么叫我，我担不起啊，我追，我追不了。开个玩笑，使使劲儿啊！那我帮你蒸了骨，我蒸的技术老好了。哎呦，夏老板娘，我是顶不住你这8年的功夫，我这手要断了，救我！现在救我！牡丹，在这想恼什么呢？红爷，赶紧松开啊！你别总是欺负13000，我没欺负他啊。这张叔在外面忙活了半天了，你赶紧让他去帮忙。去吧，快去追吧！你上来，有话跟你说。哦。切，追得他个屁追！杜甫，别宽容，不跟你计较。张叔也是，杜甫也不告诉你，真是的。你呀，别总跟13000过不去，看你总叫人家13000，我连他的大名都忘了。我叫他13000，就是时刻提醒他，你帮他还了13000块的债，他得感恩戴德，他欠你。那也不是白欠的，13000块，他要在我酒吧打工1年呢，这样算下来挺合适的。打工1年，哎，您瞧着吧，这1年啊，得各种揩店里的油水做小账。他这种人才不会做赔本买卖呢。哎，红姨，您不是睡下了吗？怎么又起来了？李老师家的案子啊，是压在我心口的一块石头。快跟我讲讲你打听到的事情，要不然红姨真的睡不着了。那个李坦在小商河看到的凶手，多大年纪？有多高？个子不高，好像这么高。对呀，哪不对啊？啊，没事儿。那不吃了，红姨，我都吃饱了。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哟，毒副手，拆个包裹就那么开心啊？啊！拆会计的快乐你不懂，我知道擦桌子快乐。哎，这快递单号呢？这能是快递吗？谁送的？匿名的，不会是爱慕者送的吧？是我早上看放门口了，没注意到。趴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手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，没可香。李叔，催眠挺管用的，画像画出来了。是吗？
这就是那个罗任跟落马湖案凶手是一伙的。他年纪也不大呀，这案子都过去20多年了，说不定是凶手他儿子呢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这个罗任真的很可疑。我在那个乌江的时候，他就跟踪我，后来又买通陈春娇截胡消息，那现在又跟到丽西来，总不能是来旅游的吧？我关心老师家的案子是人之常情，就为这个，他们跑来对付我，这不至于。红姨，别装了，我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什么恩师？你是李教授的女儿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这很难吗？我看了李坦钱包里的照片，那李亚青的照片跟你一模一样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再一打听，李教授家本来就有一对双胞胎，其中一个2岁都被拐了，那被拐的是不是就是你？长大后回家寻亲，发现家里出了事情，所以一直追查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有什么好瞒的呀？真是太见外了。你这个小机灵鬼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挺严重的。你想啊，凶手犯过那么多案子，都是灭门的。我觉得他多少心里有点变态。他会不会发现你是漏网之鱼，觉得自己当年的事情没有做干净，想完善一下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人都找来了，防是防不住的吧？怎么防不住？这事在人为，说不定我能揪出他，把他送去法办呢。以后每晚都要检查安保，可不能掉以轻心。哎呀，谁呀？大晚上还打电话？喂，你好。喂。今晚不会来了，早点睡，明天见。太嚣张了吧！明天见，你当我吃素的呀？明天见。没本事的人才虚张声势，哼，等着你来。大姐，我问一下，叫谁呢？黄大海。对不住，帅哥，问一下，木代住这儿吗？木代，你找他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看看呀，你这咋了？还挂彩了？你是不是偷东西让人给逮着了？被打了吧？你瞧，你真冤死我了！我这才叫一言难尽。就跟我一块玩那几个孙子啊，太不规矩了，非要在医院里头出活，还专挑老头老太太下手。老头老太太，你说他那钱是什么钱？那钱是拿来救命的，偷人家那这丧良心啊！我赶紧给拦了，这帮人不干，还要揍我。我不信，你良心这么好？真事儿啊！我能惯上他们吗？直接就跟他们滚起来了，身大力不亏啊！就是滚的动静太大，把警察给招来。木代，这位就是你外地来的朋友。他叫曹延华，这我红姨。姨，你好。您好。那位是张叔。姨夫。啊？您好。不是，他是帮忙的。这13000。这见过。对。你的住处定了吗？他还没定呢吧？你是不是没定呢？没呢。这样吧，别费那个钱了。我记得13000房间是高地铺是吧？你那上铺是不是空着呢？老板娘，我来安排。咱们啊，聚散随缘酒吧，相逢即是缘。好话。
刚我没听清楚，您是叫曹？我曹延华啊，我曹兄，兄是他骂人。我三兄，哎，对。哎，曹兄，要是咱在那门口的地板上用黄金镶出一个豆子，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日进斗金。哎呦，就是啊，这吉祥话。你们俩真的是，曹延华，你给我回来！牡丹，曹先生远来是客，你得客气一点。看你那凶巴巴的样子。啊，靠窗那桌刚进来的，赶紧给人家点单去。嗯。你教着点我。哎，我试试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喝点什么？有什么推荐吗？如果您喜欢喝鸡尾酒的话，152轰炸机还不错，曼哈顿也不错，口感就……你刚刚推荐那几款酒，口感怎么样？我们换个地方说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来喝酒的，不是来跟你说话的。别想动我红姨。老板娘。红姨，他是罗刃。霍总是吧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叫罗刃。咱们曾经是邻居。邻居？你忘了吗？我家住在落马湖陈前巷11号。我记得有一年下大雨，你家漏水，我爸还帮你修过雨棚呢。我想起来了，都长这么大了，差点没认出你来。怎么样，你爸还好吗？我爸？对，你爸。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我请你喝一杯吧。好啊。红姨，担心什么？没事的，我们就在那边。走。真是邻居。你怎么一个人来的？难道我应该成群结伙的来？你不是还有一个同伴吗？同伴？小商河，半夜羊汤，你还为了你的同伴打晕了李坦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他怎么没有来？你好像很期待他过来啊。他还没死吗？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你知道落马湖岸的真凶是谁，对吧？你也不是真正的霍子厚。红姨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着？啊，
我没事儿。这么喜欢还要多久？我愿为之拼到最后。即使命运扼住咽喉，喊我性命就跟你走。不在意答案能否看透，共赴命运的事无谓携手。哪怕披荆斩棘，也一定要去拯救。那未知的冒险与迷梦，终将会有收复时候，让我们执着。就算不烈火一起战斗，在梦魇之后，害怕什么？又怕什么？有什么意义也没有。这么不惊吓，木代，我可以放你走，但我有几句话，请你仔细听。第一，我知道刚才的情形很像是我攻击了霍子红，但你亲眼看到了吗？第二，我调查过霍子红。他家境不好，父母是菜贩子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帮父母出摊卖菜。回去观察你红姨，像吗？第三，我现在放你走，但你不许回头。如果回头的话，别怪我改主意。红姨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，我没事儿啊，我真的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小老板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那人怎么样啊？啊，没受伤，没抓住，打不过，让他跑了。来，休息。
落马湖是个霍总这号人，他家住在城前巷12号，父母是菜贩子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帮父母出摊卖菜，回去观察你红衣，像吗？能把你打成什么样啊？他那么厉害吗？毕竟是练家子，这年头难得遇到一个练武的人，他师傅一定是个高手。哎呦，这都打上了，你这个案子以后就更难查了。我倒是觉得会越来越顺畅，大家看品行，看修行。这个穆代是个值得结交的人。哎呦喂，这评价够高的啊！高吗？从你嘴里说出来算高。你不是常说吗？你身边都是些两面三刀、下手无情的人，值得结交。我还是头一回听到从你嘴里说出来啊。对了，娉婷怎么样？好，还是老样子。唉，得亏呀，他是个文疯子，他要是武疯子，我可看不住他。你看这样行吧？咱们再给他找一个更好的医生。你查的是旧案子，你就算是找到了真凶，也帮不了娉婷啊。郑伯，叔叔的案子太过离奇，娉婷也疯得太突然了，所以我始终觉得案子本身才是关键。